今天我们讲甘草的隐藏用法不止老百姓不懂，就是一些工作几十年的中医都不一定知道的第一个，甘草可以平乱什么乱？脏乱。什么脏乱？感染的时候脏乱。脏乱。免疫系统。那个昨天讲过了吗？你知道我们身体器官里面最容易乱的是哪个吗？心脏。心率对，因为心脏的节律是通过电信号通路来调节的。这个电信号是从右心房上面的窦房结发出来的。然后它会一直沿着这个心肌细胞往下传导。直到传到的整个心肌细胞就来控制它的收缩还有舒张的运动这样我们全身的血液循环才正常的操作嘛。这时候我们正常工作生活是感觉不到心跳的存在那如果哪一天我们自己听到或者我们感觉到心跳的时候那就有可能是心脏的节律出了问题原本那个心跳是很有节律的跳的爆爆爆爆爆爆我们感觉不到但是它一乱起来爆爆爆爆爆爆爆那不就是你的吗？我好像也有点对。当一变化了，正常人就会感觉到这个那为什么会发生变化从结构上来说，那个心脏的电路信号它不是通过神经来传导的它是通过这个特化的心肌细胞来传的那既然是细胞它就需要这个血液循环那也就说明它很容易缺血心肌缺血对，所以一旦某一个细胞缺血那么那个传导的电信号就可能传不下去它就会停留或者后置那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窦房结在 A 点然后我们目的地是某一块心肌我们说是 B、C 点，窦房结到房室结，然后再往下房室束然后 Purkinje 纤维网是吧？那信号要从 A 点传到 C 点它不只有一条通路它可能是有3-4条一起的所以这是正常的好，那今天某一条通路里面的一个点一个细胞它感染发炎，或者说它缺血了那就没办法下去它的工作效率就会降低那可能的电信号传到它的时候，它就不想干活了它就可能做得慢一点那这时候其他电路里面的传导还是一样的所以它只有它那里会慢所以其他的那个电信号会按时的抵达这目的地结果那个有 B 点的线路呢，它就会后置比较迟传到那我们想心脏它是有节律的收缩舒张的，怪不得干嘛怪不得乱不要乱来走开看到喜欢的人就会这样跳是吧那个心脏它是收缩的时候就收缩了舒张就一起舒张，是不是这样它才可以用最少的能量来做最大的功，对是吧？那如果信号后置它在休息的时候它也要收缩这就好像一个团队里出现老鼠屎跟大家唱反调，那么一起干活就很累，是吧？在心脏影响就是节律的不一样。那一来呢，心脏要做同样的功就需要更多的能量它心脏负担就会变重了第二来就是这个心脏的收缩舒张不规律就导致整个泵血还有血液循环都会不正常那可能这个血液粘稠比如说血栓这个问题就会出现了那为什么讲到这里因为甘草它可以降低心脏电信号不稳定的情况就改善心律失常它就可以保护到心脏所以叫甘草果老也是这个道理是吧？它可以平乱大家不要吵心脏电信号不要乱来所以就稳了对。但是这个甘草的心脏保护作用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的，它有特定的适合人群，比如像我心动过缓运动员不是老人甘草它很特别，它心动过缓它也可以治，心动过速也可以治它是双向的对。那适合人群有一个特征，就是身材偏瘦的。这样的人有什么特点
一般都很照顾身体，时常看养生的频道，不乱吃东西，然后也很喜欢运动，这其实有点颠覆我们的认知，为什么他们这样健康还会出现心脏的问题？一来是因为脂肪不够，二来就是因为过劳，这两件事是相关的，很多人都这样，因为这样的人一般都比较喜欢勉强自己，肾上腺打了鸡血。他在生活里算是大家眼里的这个成功人士，自律的，很自律而且通常仗着自己瘦就觉得自己健康就很容易过劳了那在过劳的时候，他就需要能量还有营养嘛，心脏才不会缺血才可以帮我们干活嘛，是吧？所以脂肪是干嘛呢？脂肪是能量的储存库所以如果你脂肪不够的话你心脏要干活的时候，它是不是不够能量的不能通过肌肉肌肉是最后一步了心肌细胞它就容易缺血所以一旦缺血就会发生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节律的变化那好，这时候心脏负担已经加重了，我们已经感觉到心跳不规律了这时候他们还是会继续干对因为很勉强自己嘛这时候能量再度跌下去就会刺激交感神经，导致心跳跳得更快这时候就好像心肌细胞它缺血但是又要干活更快这其实就像心脏也在过劳对吗？心脏也在过劳这就很容易发生这个猝死对，所以大家时常看新闻是不是常常听到哪一个名人或者突然生一场病他就过世了这类新闻最让人意外的不是他们有名而是因为他们明明那么健康却突然猝死就是这个道理一般来说这不是突然发生的，通常这类人平常就已经感觉到自己心跳不规律了但是自己认为是正常的那么这样的人呢就很适合用甘草来保健然后不要过劳你不要想说我熬夜然后泡着甘草茶就没事那肯定不行对，不要这样挑战自己然后现在年轻人熬夜的读书的工作的大家时常感觉到有心无力然后有时候会感觉到自己心跳不规律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当一躺下来休息睡觉的时候心就开始跳了反而跳到睡不着这样的人呢就可以喝甘草水临床效果都很好虚性亢奋对，过劳了吗那么胖人的心律失常可以用甘草吗说实话效果差一点因为胖人的心律失常一般是这个血管堵塞引起甘草是没有办法清除掉那个血管堵塞，得要用通的什么药呢那就多了以后我们再讲所以还是要从体质考虑大家不要对症下药就有心律失常都用那就症状的症不可以对要症型的是症对，还有就是老年人如果身材偏瘦的体重不够的那么也会容易出现这个心律失常的问题，这时候也可以泡甘草水来喝但是如果有水肿问题的话就尽量不要用甘草因为甘草有类盐皮质醇的这个作用简单来说就是保水机制甘草会让这个液体在人体里储留水肿对，不要让它排出去对，会更严重所以我们以前如果有流失水分的情况比如汗出个不停可以用小便很多尿频或者是这个拉肚子大便很稀吸收不了甚至是月经过多也会用这个大量的甘草来固水锁住回收就是重吸收对，所以已经水肿的人就少用甚至慎用这个甘草那甘草要怎么用，用多少我们上一期视频有谈到，大家可以看回去一般的保健用量就可以了的好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大家有曾经用甘草的经验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们好，我们下期再见。